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好命之人，一看便知你的命好不好，从嘴巴就能看出来了。我们都认为一个人的嘴巴是一个人的门户，而牙齿则是门户的10位。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在一个人的牙齿当中体现出来，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也跟嘴巴有着很大的关系。牙齿不但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同时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那么接下来我带领大家一起从嘴巴看相的角度来看看你的一生命相吧。1. 牙齿不坚松动。牙齿与我们的肾相连，属于肾的花朵。通过观察牙齿可以发现肾的健康程度。牙齿为骨之精，牙齿好，骨骼就好，同时也代表肾气充足。如果牙齿过早的就松动了，其一是脾胃气虚，那么生活当中就是到手的客户会溜之大吉，并且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同时也代表聚财能力下降。2. 牙齿偏黄。牙齿偏黄色的人做事的行动能力强，为人固执，性格多偏横，轻微的能够包容他人，比较注重现实生活，没有高不可攀的理想，脚踏实地，对于爱情注重爱情的实际体验，喜欢和喜欢的异性黏在一起，喜欢身体接触与夫妻生活，这样的男人或者女人值得嫁娶。3. 牙齿长得多。牙齿多与少其实与命运的关系并不大，牙齿多的是因为皮之气不足，牙齿少的是因为皮之气过了。一般情况下，牙齿多的生活的动力不足，考虑现实实际就不够，轻易不肯相信别人，总是活在自我理念里，事业上多不如意，人缘会出现问题，拥有的产业不多。4. 牙齿长得少。牙齿长得愈少的人，因为身体健康情况不好，牙齿过少的多少因为病痛而形成，排除老年人牙齿掉落的，年轻就牙齿少的，多少脾肾不和所致，即使有了机遇也做不好，所以运势也就不够好。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说法，牙齿长30只是普普通通，牙齿长28就会贫穷卑贱。如果牙齿少于28颗，而且又过小牙齿又稀稀拉拉的人，则是可能会贫困孤寂，一生多不得志，并且生活水平不高。5. 牙齿长得大。大板牙的人善于言辞，但不善于婉转行事，热心肠而不注重细节，往往能做出大事业来，但是守财能力不好。大牙的人体力充沛，有朝气，人际关系很好，但行事粗枝大叶，不够细心。牙齿如果长得大而紧密，长得又直又多又白皙，这当然是最好的牙齿。他们不仅健康良好，事业顺意，感情顺心，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也会感觉到愉悦的心情。牙齿如果长得相当牢固，则这个人就会相对活得长寿。牙齿长得洁白晶莹，这种人身体健康长寿，个性开朗，智能善良，魄力精力都很旺盛，成功的机会自然比小齿的人多。6. 门牙较大。门牙较大的人身体健康强壮，精力旺盛，积极主动，敢于挑战，不畏艰难，大有气吞山河之势。但其缺点是只讲气势而少了策略，有勇无谋，只凭一腔热血一味蛮干，不懂得提前规划，缺少高瞻远瞩的谋略，所以有时候会吃大亏。尤其是理财投资方面，有小赚大赔的现象，应引起注意。7. 牙齿较小。牙齿较小的人给人一种小里小气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人的性格就是小肚鸡肠，凡事爱计较，心防重，爱钻牛角尖，再加上胆小怕事，所以成天郁郁寡欢。当然，这种人又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优点，就是遇事会冷静谨慎，力挽狂涛，
令人啧舌，所以不错的幕僚或副手人选。8. 牙肉尽露，张开嘴就看到牙肉尽露，牙龈露金，表示你与家庭缘分薄，在收入上也不稳定。男女相处不吵架还好，一旦翻脸，善于争执，口无遮拦，易伤爱人的心。9. 牙齿不整，这种牙相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相术也确实有这样的论断，此人自私自利，并且为了个人私利寸步不让，再加上个性急躁，比较情绪化，所以很难与人有效沟通，人际关系很差，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事业发展。如果不思悔改，到了中年也会每况愈下，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10. 牙齿突出的人，牙齿突出就是我们所说的龅牙。这样面相的人虽然富有行动力，但在背后愿意说人长短，性格太过任性固执，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不知收敛而令人侧目。所以牙齿突出的人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导致家庭运不是很和谐。女人最忌讳牙齿突出、报复心极强、克夫的面相。11. 门牙歪斜有缺损的人，门牙是用于我们吃食物首先切割的牙，如果门牙歪斜或者有缺的人，不讲道理，爱说是非，大多数的人都与父母亲的缘分浅，整个家庭的亲情都是很淡薄，这样牙相的人在未来的婚姻感情上都会有亲情的阴影，所以对婚姻不是很看好，总怕自己的感情不稳定。12. 牙外倾者，牙阶向外倾斜，突出在外面，如果闭上嘴就鼓起一堆，此种牙的人上面说过，性格凶暴，会犯罪，特别是杀人、强奸这种残忍恶劣的罪。但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只是极少数听牙者会发之流这种程度，绝大多数是不会的。但无论如何，这种龅牙人性格较粗，喜欢随便说话，饶舌，对什么水沟不在乎，夫楼之间会常常有口角。13. 牙内倾者，与龅牙相反向内倾斜的人，仿佛塌陷下去。有这种牙的人，好性格的是为人诚实沉稳，沉默寡言，仿佛是个生活的旁观者。不好的话就是阴险，心里对什么事有看法，有意见，但不表露，暗中策划对付别人，常突然袭击别人，或只是另外的人行事，他却不露行迹，这是那种军师型的人物。千万不要得罪这种人，他是非常记恨的，一有机会就报复，还不止一次。14. 门牙分开，这位先生门牙向左右分开，好像中间留开一条路，好让苍蝇随便出入。这种牙的人运气较差，与妻子感情淡薄，特别是出门走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否则容易碰上车祸，死在路旁。15. 门牙缺，一枚门牙缺了一块，相学认为门牙是代表双亲的，这种牙相预示着可能会和双亲中的一个早离别，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如双亲健在，便会与当中一人分居。有些不喜欢与公婆一起生活的女士可能喜欢这种牙相，我们严肃地说，这种思想要不得。16. 门牙加犬牙，这在门牙的中间加了只犬牙，我们认为这纯粹是多此一举，六手指搔痒痒，多了一道子，因为多了这一枚犬齿，便破坏了本来不错的相。这种齿相的人，对不起，在作风上是会有些不大老实，假若长相还较帅的话，受女性喜欢，就会成为花花公子。17. 门牙间距大，这门牙远远地分开，仿佛互相都讨厌对方，势不两立，或者有一方患了感冒，另一方怕传染，远远躲开。这种牙相的人，把父母看成有传染病的人而避之唯恐不及，是个不孝的人。不知为什么当前这种牙相的人越来越多，见者倒不是亲，看见了多少这种牙相的人，
而是亲眼看见不孝的子孙越来越多。这种牙相的人自己也要当心，是一种短命的人。要是开孝敬父母，可能会转运，不致早死。不信你试试看。18. 门牙尖锐者性格狂暴，这门牙看起来便有点可怕，那么尖锐，像钢钳，像宝剑，真是武装到牙齿了。自然，这种人性格狂暴，相信武力解决问题，兄弟间不和，为财产闹纠纷，也是一种反叛者的相，不会忠实于人，不会有知心朋友。19. 三门牙，这里多了一只门牙，一对变成3只了，多了一只牙，当然就要多吃许多东西，而定量不够，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偷。因此这种牙干的人有的会有盗癖，既然要偷盗，便要防备捉拿，必要时先下手为强。所以这种牙招的人也是会伤害人的恶相。20. 牙加小牙，2只门牙中间挤进一只小牙齿，既破灭了2只门牙的团结，又使自己处于孤立受胁己的地位，这是何苦来呢？但他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种齿相的人，生性顽固又倔强，孤僻高傲，与人疏远，甚至亲戚兄弟之间也没有多少交情，不说其他人。这种人要干什么事，会毫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去干，无论于好事或坏事都是如此。好了，今天的分享，好命的女人都有这4个特征。人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一个女人命好不好，很大程度是由她的性格、个性决定的。那么生活中那些日子过得舒畅，总被人羡慕好命的女人都有什么特点呢？从面相角度分析，与其他人都有哪些不同呢？一起往下看吧。1. 好命的女人往往都有这4个特征。1. 她们是爱笑的女人，微笑是她们的通行证，不管走到哪儿，一张让人如沐春风的笑脸，总能够给她们带来许多的好人缘。微笑让她们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活泼向上，只要和她们相处，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即使有时候情绪不佳，但只要看到她们暖暖的笑容，就会一下子觉得爽朗起来。因为微笑真的特别容易传染，她们内心往往充满了正能量，乐观积极的处事态度能让他们从容镇定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而在经营好自己生活的同时，他们用自己的微笑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他们相处你会感觉轻松愉悦，你乐意和他们交朋友，乐意帮助他们。所以爱笑的女人运气都不会太差。他们对这个世界报以微笑，世界也用微笑予以回馈。2. 她们是会哭的女人，不需要对哭有什么负担。有人觉得女人一哭就是软弱，就是不够坚强，所以总是有人即使在情绪低落到快要崩溃的时候，还是死撑着不让眼泪掉下来，结果就是情绪得不到释放，内心更痛苦，而别人还以为你一点问题都没有。撑不住的时候就不要死撑，哭出来，让压力、烦恼、委屈都随着眼泪一起流走，给自己的内心减负，是一种非常好调节情绪的方法。哭完之后，你的往往会更理智、更冷静，做出的决定也显得更理性、更周全。真正关爱你的人看到你哭，通常也会给予你更多的关心和安慰。会哭的女人也往往更激起男人的保护欲。如果你们正吵得不可开交，你的眼泪很有可能会成为让他妥协的必杀技。3. 她们是心宽的女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你非要斤斤计较，会发现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其实都不能完全合你心意。要真那么较真的活着，非累死不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习惯、爱好、思想认知都不同，难免在处事风格上各有差别。所以只要不违反原则，就选择尽量包容吧。尤其是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而言，人越爱计较，生活就过得越不顺心。其实我们大多时候的计较都根本无法改变对方丝毫，换来的只有无休止的争吵。所以说很多时候为琐事而选择计较，其实最终不过是和自己过不去而已。
一个整天和自己过不去的人，生活怎么会快乐呢？4. 她们是有生活情趣的女人。有生活情趣的女人通常对生活品质有一定的追求，在她们看来，不管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可以过上一份属于自己的舒适生活。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就是她们对生活品质最好的诠释。她们的房间一般会打扫得干干净净，房间里的布置通常很有氛围，窗帘、床单、台灯可能都经过她们精挑细选。会养几盆花，既美观又充满生机。他们往往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而不是每天机械简单的重复自己的生活。他们或许爱读书，爱看电影，或许爱旅行，爱交友。他们的生活也因此显得更加的充盈饱满，充满活力。2. 好命的女人面相有哪些特征？1. 头为天仓，一个人身体的领导，为一身之尊。头圆的人生性较为乐观，思想也积极，就算找老公也想得比较仔细，懂得表现自我的优点，加上前额饱满，宽圆适中，无质无纹，便是荣华富贵的象征。前额代表事业成败，前途光明，也可以观察另外一半的事业。2. 鼻为财库，为夫型，要成为富太太，从鼻相就可一窥究竟。所谓看富在鼻，鼻子是看赚钱的本领。女性的鼻子要配合5个大小适宜：鼻梁正直，隆有肉，润泽饱满，不太高也不低，不易鼻，准头圆，左右鼻翼相称。若能如此，不但财富越来越多，你的人缘也越来越好。3. 田宅宫。田宅宫是指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是用来观看是否有钱购买固定资产的部位，当然也表示你的人缘、声望、公共关系。加上双眼有神，黑白分明，容易利用公关机会吸引贵公子注意。富有的田宅宫，眉毛与眼睛之间的距离约超过1只手指才合乎标准。此外，有肉才是丰满，无杂毛要修，无凹陷疤痕，铁定能够顺利进财，房子越置越多。4. 福德宫。福德宫在眉毛上方约1公分左右宽的部分，是看女性的机会、财运和福气，以及得到老公疼爱的程度的部位和祖上的风水。因为靠近迁移宫，所以也代表一乡求发达，有贵人照顾。完美的福德宫，肉厚骨实，滋润饱满，气色清明，无纹，必须有福有缘，有德有才。5. 下巴。下巴就是俗称的地库，主实禄及俸禄以及晚运。女性下巴配合面相及嘴相，丰厚圆润，圆脸圆下巴、方脸阔下巴都属上乘吉相。不但能住豪华的房屋，还能得到丈夫的疼爱，家庭安定，晚年甚至且德高望重，受人拥戴。如果是双下巴者，更代表你是高阶领导人，部属替你赚钱。6. 耳朵。耳朵也能看到女性财富的部分，高度适中于眼脐或者高一点，光明圆润，柔嫩恰当，耳垂有肉，代表聪明伶俐，夫妻和合，主财源不断，以及拥有偏财运。耳朵端正，肉要丰厚，贴向后脑，代表你行动谨慎，能凭自己的实力去开拓人生，懂得灵活运用财富，越来越富足，财路亨通。7. 牙齿。相学上说唇红齿白是富贵之苗，牙齿也是观察女性成为富太太的标准之一。若要家庭美满，夫妻之间甜言蜜语，牙齿的密合要平整，不凹陷蜡黄，前凸后歪才是吉祥。女性得人疼，古谚云：齿如白玉，自然欢乐，财识自到，不用苦做。另外，利用后天的美白，亦可增进家庭美满。总的来说，有以上这种特征的女人，不仅命好，还有福。那么你有以上这些特征吗？虽然说命好不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改变的，但是有没有福气却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同样一件事儿，悲观的人想着坏的一面，消极痛苦；乐观的人却能从积极乐观的角度看待，充满希望。请从积极的心态开始，以助人自助来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吧。就从此刻开始，你向着福气进发。讲巨富志长在这几处，命最好，无论男女，越老越有钱。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打拼，为了就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安享，因为晚年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和自己的老伴在一起，子女能够在身边的机会是很少的。有这几颗晚年有福痣，活得越老越值钱，家有一老就是宝，快跟我一起来看看吧。一、下巴长痣。下巴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地格，代表着一个人的子孙运、福禄运和晚年运。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饱满圆润或者方阔有肉的话，这种人晚福较重，晚年的生活比较幸福。若是这种下巴再长有一颗亮黑小圆的极致的话，这种人一般做事踏实认真，头脑也非常的聪明，很有创业和经商方面的天赋，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能力非常强，能够攒下很多的不动产，晚年有福又有钱。二、额头中央上方长痣。额头的正中部位在相学中称为天中，也称为官禄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状况、祖业根基和一生的福禄状况。若是天庭部位长得饱满光洁，且正中央的稍上方长有极致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目光长远，属于心智都非常成熟的一类人，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也善于处理与长辈或上司的关系，祖业殷实，既能得到家中的帮助，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开疆拓土，事业财运都比较出色，一生享不尽的福禄。三、膝盖后窝长痣。腿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行动力和忍耐力，而膝盖则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心。如果右膝盖长痣的话，异性缘比较差，容易晚婚，婚后生活非常的辛苦。左膝盖长痣则代表着工作能力强，人际关系好，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若是膝盖的后窝长痣的话，这种人一般做事非常的踏实，而且聪明好学，理财能力非常强，年轻时便能挣下丰厚的钱财，子孙运较好，晚年富贵又幸福，一生不为钱发愁。四、背部正中长痣。在相学中，背后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担当以及承受能力，所以背部的痣大多皆为极痣。如果一个人的后背正中央位置长痣的话，这颗痣也称为福如东海痣，长有此痣的人不仅富贵，而且还可以长寿。这种人一般心态乐观积极，做事认真踏实，忍耐力极强，也有着很强的责任心，从小可以得到家中的庇护，长大后可以得到贵人的相助，事业上定能有所成就，晚年能享儿女福，一生富贵。五、肚脐后方长痣。肚脐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聪明慧和事业财运。如果一个人的肚脐正对着的后腰位置长痣的话，这颗痣也称腰缠万贯痣，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智慧较高，行动力比较强，做事精力非常的旺盛，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心智方面比较的成熟，而且内心善良，乐于帮助他人，人缘非常的好，一生妻贤子孝，容易获得不错的收入，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越来越有福。六、肩膀有痣。肩膀有痣是一种极痣，这种痣相的人老来发财，固然有一些辛劳，但是顽强拼搏，可以占领重要的位置，成为一种权威。他们在事业上可以成为好的指导人，以身作则，率领他人走上事业巅峰。七、鼻头有痣。鼻头有痣的人晚年有福报。鼻子属于一个人的财帛宫，这个位置有痣的话，说明本主财运深厚，财气充足，一生有花不完的金钱，从小物质条件就十分优越。可以说，鼻头有痣的人，从小到大直到晚年，也不用操心费力，只需要享受现有的物质条件，就可以生活得十分滋润。因此他们一生都不用太出力，性格上也逐渐养成了温和宽厚善良的特点，待人接物周到细致，人缘非常好。因此晚年小辈们
也喜欢和鼻头有痣的人在一起，陪伴他们，使得鼻头有痣的人晚年不孤独、不辛苦。因此，这部分人也属于晚年健康长寿、有福气的一类人。健康的人一般都是有福气的。8. 嘴角右边有痣。嘴角右边长有痣的女人，主劳碌肺口舌之命。长有这颗痣的女人，这一辈子心眼十分的大，而且管的事情很宽，小到一针一线，大到家里财政大权，终身疲于劳累，常常被女人称为女强者。但是他们的劳劳碌碌常常为他们的后一代来不错的福气，聚财气于家族之中。9. 脚趾有痣。脚趾固然相关于整个身体来说是比你小的一局部，很多人对脚趾没有多留意过。其实脚趾的长度对运势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女人。脚趾长的女人财运无比亨通，大多数出生在富贵殷实的家庭，对家人的喜欢，终身福禄双全，大吉大利。在婚前他们兴隆父母，在婚后他们又给老公招财进宝，荣华富贵。而他们到了暮年也是福气连连，好运不时，能够说是富贵无忧的了。10. 眉间长痣。两边眉毛之间假如长有痣，并且痣的外形比拟规则，运势是十分好的。由于双眉之间的中央也叫事业宫，掌管事业，这个中央有痣，无论是普通工作还是做生意，事业运财运都十分好，可以步步高升，平步青云，痣的颜色越深越好。11. 眉心长痣。女人假如在眉毛中间长痣，必定富贵无忧，这样的志向天生就十分可以招财，而且驱除邪物，保佑本人终身贵气满满。这样的女人终身都没有什么灾难，少年时期就开端表现得与众不同，婚后和丈夫一同运营家庭，更是顺风顺水，成为富太太的几率极高，生活富足无忧。12. 耳朵长痣。耳朵在面相中代表着财听宫，也是一个人福气的外在体现。耳朵有痣的人往往做事稳妥，眼光长远，头脑清晰，情商和智商都很高。这部分人从物质上来看，年轻的时候有事业心，能够为自己晚年做好充足的物质储备。从精神上来看，这部分人内心世界充盈，即便人到晚年也不会觉得空虚寂寞。从身体素质上来看，这部分人心态良好，注重养生，因此晚年的健康也是有保障的，不会出现一些大病痛的折磨，可以享受美满幸福的晚年，属于有福气的一类人。13. 嘴唇上有痣。嘴能够体现人的福禄，嘴唇有血色，嘴唇饱满，嘴型大方，这样的嘴不仅看起来就健康有魅力，而且也能反映出一个人身体和气色。好的唇形和嘴唇表现，也体现着一个人口风是不是严谨，工作生活上处理问题是否做得周到细致等等。嘴唇上有痣的人，尤其是上嘴唇有痣的人，痣如果隐藏在唇纹中，若有若无，不影响嘴唇的整体美观，反而能让人一眼就被这样的嘴唇吸引，起到了强化嘴唇的效果。那么这样的痣也属于善痣。拥有这样痣的人一般都非常会说，表达欲望很强，也善于社交沟通。但是他们该说的会说，不该说的是会点到为止的，绝对不会嘴上没有把门的，一股脑把所有话都说出来。能分得清轻重缓急，懂得说话的艺术，知道察言观色，在表达上很有天分。这样的人不仅嘴上能说，思维意识也是超出常人的，智商卓越。因此在年轻的时候，这部分人由于心机重，看问题比较透彻，很容易在情感中表现得太过理性冷漠，可以拒绝一些人的好意，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只有等到他们年老之后，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之后，领悟了生活的真谛，看开了身边的一切。
变得包容接纳身边的人，才会慢慢打开心扉，迎接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因此，这部分人越是年老，越是懂得珍惜生活，越是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尊重，生活的越是滋润，他是有福气。如果你的身上有这几颗晚年有福痣，那恭喜你，就是一个运势比较好的人，千万要把握好这个命理优势。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